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宏。今天想分享2024年9月份的最新游戏推荐。终于等到了索尼第一方开发的独占游戏。对于之前他们说到明年4月都不会有本家大作来说，已经算是个惊喜了。对我来说，算得上是大作啦。后续之前的 PS5 独占游戏也开始慢慢登陆 PC 平台啦，包括被 Nvidia 投入的最终幻想16。有关注 Square Enix 的玩家应该也知道，他们在比较积极推动多平台市场，不确定最终幻想7重置的第3部会不会直接上 PC。那么我们开始吧。首先，御家流由 Goodfield 开发的动作游戏，该团队参与过《碧姬公主表演时刻》、耀系的手工世界等等其他更早期的任天堂作品。本作舞台取自日本的御家故事，以47个都道府县展开一场探险之旅，黑豆代代相传的太古驱散邪恶势力，简简单单即可施展各种组合攻击以及防御动作，打败了头目还可以解锁变身能力，根据不同的变身形态发挥相应的本领。虽然说热文版早在去年11月30日早已上架，但在那期间添加的新招式、组合技以及新增要素都会收录到中文版中，活用这些技巧勇闯天下。游戏将于9月3日发售，登陆 Switch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法兰克史东的暴行由 Supermassive Games 开发的互动式电影游戏，也就是广为人知黑象级系列的开发团队。故事会是黎明实现多元宇宙中的一则独立故事，发生在俄勒冈州的一家念头厂深处。一个虐待狂杀手的可怕罪行产生了难以理解的恐怖。玩家将控制一群少男少女，为了拍摄一部恐怖电影，前往知名连环杀手作案地点。在那里，你所做出的每个决定都会引发不同的后续事件，并影响其中角色的命运。解决环境谜题以及应对快速反应事件，揭开黑暗的秘密。游戏将于9月4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X 以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神话世纪重塑由 War Edge 开发的即时战略游戏。格鲁特，将巧的结合了神话时代的最佳元素与现代设计和视觉效果，为新老玩家带来了创新体验。从希腊、北欧、埃及和亚特兰蒂斯万神殿中选择你的神灵，召唤强大的闪电风范，震撼大地的地震，释放半人马巨魔木乃伊等等，运用各种受世界伟大神话所启发的神力以及单位，踏上50个任务的战役，穿越广袤的神话世界，还能与朋友一起游玩。无论是面对面竞争，还是在数十张随机生成的地图和场景中对抗 AI， 体验无尽的可重玩性。游戏将于9月5日发售，购买高级版的玩家可在发售日的7天前开始游玩。登录 Xbox Series X 以及 Steam 平台，首发 HP， 支援单人以及线上12人游玩，支持中文。宇宙机器人由 Team Asobi 开发的 3D 动作平台游戏，跟 Astro Playroom 相比多出了4倍以上的世界数量，300个等待救援的机器人以及数十种新能力，在星际间探索50多个星球，再度体验 DualSense 极致的触觉回归。如果你是 PlayStation 的忠实玩家，肯定能在游戏中获得更多乐趣，能够与150多个 PlayStation 经典英雄欢聚，庆祝 PlayStation 30年的历史。游戏将于9月6日发售 ，PS5 独占，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逆转检察官1和2遇见精选集由 Capcom 开发的法庭战斗游戏，以逆转裁判系列中登场的天才检察官遇见凝视为主角的2大作品合二为一，重生为更细致的全高清画面、各种特别内容以及追加功能来体验游戏每一个细节。从法庭转移到案发现场追查案件真相，把矛盾之处逐一破解。登场的迷你角色由原版角色设计师重新绘制，超过100位登场的角色们都有了更为丰富的动作表情，同时保留了传统的像素图，可以以自己的喜好进行更换。之前逆转裁判系列重置获得好评的故事模式以及历史模式功能也都回归，收录令粉丝必看的开发资料与全背景音乐，在此揭开帷幕。游戏将于9月6日发售，登陆 Switch、PS4、Xbox One 以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战锤 40K 星际战士2由 Saber Interactive 开发的第3人称动作射击游戏。本作的故事开始于第一部游戏事件的1个世纪后，泰图斯年长回到了奥特拉玛，被降级为中尉，并被迫在战斗中证明他的忠诚。面对人类最可怕的对手泰伦虫群，除了主线剧情模式以外，你还能创建属于你自己的星际战士，参与撞破的全新战役，以享受血脉喷张、节奏爽快的动作场景，让同时在
荧幕上呈现了数百个敌人冲刷你的画面，以单人或最多2位好友组成3人小队携手合作，或是与其他玩家一较高下。在6对6的情况下，于竞技场中开始碰撞。游戏将于9月9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以及线上多人游玩，支持中文。艾诺提亚失落之歌由 JAMA Games 开发的类魂动作角色扮演游戏，讲述卡诺瓦吉欧带来了一个停滞的时代，世界及其所有事物都被迫不断重复他们在扭曲的剧本中被分配的角色，而玩家则是唯一没有被指定的角色，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解放停滞的世界。该团队对独特的战斗机制极大关注，设计了共超过120种武器，分为8种不同的武器类别，还有30种面具，各自具有不同的战斗效果，配备快速的闪避、滚动和步伐，以及可连锁的格挡系统。唯有的限制是你的技能，但他们也没有放弃轻度玩家。像最终幻想16一样，只要带上宝石就能使格挡更加容易，让玩家选择自己舒适的方式游玩。游戏将于9月19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死亡复数豪华复刻版由 Capcom 开发的丧尸屠杀动作游戏，以全新面貌登陆最新游戏平台。故事舞台设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威廉米特，当地一座不起眼的城市突然进入封锁状态，道路被阻挡，通讯被切断，令记者法兰克·维斯特嗅到了独家新闻的味道。揭开地狱72小时的序幕，以角色和背景为首，所有建模和画面都焕然一新，人物表情、质感以及飞溅的血都得以更真实的呈现。保留原作魅力的同时，每个细节都经过重新调整，追加了自动保存以及重新设计的操作和 UI 等，提高了可玩性。在这其中，你要帮助幸存者，还是独善其身，或者是识破事件真相，把它公众于世，都取决于你。游戏将于9月19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兵器时代2由 11bit Studios 开发的城市社会生存游戏，一代是备受好评的强作。故事发生在末日暴风雪后的30年，地球仍然被严酷的冰冷气候所笼罩。玩家将扮演一个资源匮乏的领袖，扩展城市并寻找新的能源，避免城市陨落。你可以建造功能各异的区域来打造规模不同以往的城市，确保城市的各个职能部门与巨大机器上的齿轮紧紧相扣，以及研究出能为市民的进步指明方向的技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具挑战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性。人们会逐渐分化成拥有不同、常常相互矛盾未来愿景的派系，必须确保城市不会因为这些冲突而倒下，引导人类走向新的未来。游戏将于9月24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首发 HGP，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迪士尼传奇米奇重置版由 Wallace Better 提出构想 ，Purple 开发的3D 横向卷轴游戏，玩家会化身为米奇，穿越镜子来到遗忘迪士尼角色的平行世界，其中就有华特迪士尼的第一个作品《新一兔奥斯华》，利用颜料与细世纪探索从动画电影以及短片取材的经典场景，过程中收集虚拟迪士尼别针，破解创意十足的挑战，揭开荒废国度的谜团。本作还会有不同的结局哟。游戏将于9月24日发售，登陆 Switch、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英雄传说：戒指轨迹告别塞姆利亚，由逆后反扣开发的剧情角色扮演游戏。轨迹系列20周年纪念作品，承接好几部作品的故事。西埃普斯泰恩博士预言的末日已乐意逼近，在星者计划为了实现载人宇宙飞行，发射了导力火箭，将通讯卫星发射至从未有人抵达过的大气层外的空间。究竟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战斗方面也继承前作且新增好几项系统，以及会有类似新模式的黑色庭院的内容，都会被结社弑生之蛇占领的虚拟空间触发不同组织势力角色之间的对话事件，揭露意想不到的事实。游戏将于9月26日发售，登陆 PS4 以及 PS5，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繁体中文。最后，《萨尔达传说：智慧的再现》由任天堂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
故事发生在林克击败加隆的期间，在要拯救萨尔达公主的同时，出现了名为神影的现象，吞没了林克以及海拉鲁上的人和物，因而留下萨尔达公主，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冒险。通过脱离之杖，萨尔达公主可以复制海拉鲁中的各种东西，任何家具、食物、水，甚至怪物，只要复制一次就能无限次的召唤，并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借物来开辟道路。另外还有乍看之下有点像救急手的同步能力，它可以将萨尔达公主与海拉鲁中的各种物体连接起来，即使是大眼时也能轻松移动。同步怪物的话，还能利用怪物的特征随处而行，依照自己的构想创造出不同的玩法。游戏将于9月26日发售 ，Switch 独占，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接下来游戏快报。首先，《哈利波特：魁地奇斗士》由 Progress Studios 开发的多人竞技游戏，独自游玩或与家人好友分享魔法的力量，沉浸在令人着迷的魁地奇世界。PS Plus 首发时可免费游玩30天。预言之地由 Guerrilla Games 开发的城镇建造游戏，置身如临其境的童话世界。学会发展经济，通过交换稀有资源以及实现你治下国度的壮大和进阶，会在9月12日推出主机版。北海道连续杀人事件消失在二货刺客，追忆流水流泪人偶，由 Gmo 以及 RuneSets 共同开发的文字冒险游戏。玩家将扮演一名警督，搜查过程中将使用14种不同的指令以侦破一系列案件。超魂无限赛热免，由 KD Racing 开发的竞速赛车游戏，探索重新创造出的香港，在紧张刺激的比赛中和家族挑战者们交手。反扣粘合由 Ten Coral Ten Games 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混合许多标志性电影以及影集等等的经典 IP， 全部以 Funko Pop 的形式精心呈现。Switch 及 PS4 版本会在11月才发售哟。最终幻想16由 Square Enix 开发的动作 RPG， 首次以成人向制作的最终幻想，与 DLC 同步上架至 PC 平台。在残酷的命运中寻找正义，勇敢小骑士由 All Possible Futures 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与2D 与3D 之间跳接进行解谜、战斗，用飞行背包飞翔等等，享受愉快与惊喜的挑战。本作首发 PS Plus。职棒野球魂2024至2025由 Konami 开发的棒球游戏，搭载了次世代游戏引擎，呈现球场上的一举一动和声音，让玩家能够以压倒性的表现力享受逼真的棒球体验。战神诸神黄昏由 Japan 的 Radif 进行移植的动作冒险游戏，与克雷多斯和阿特柔斯踏上高潮迭起的动人旅程，充分利用了 PC 性能，提升了不少画质效能，前提是你的电脑要够好。电锯甜心 Report由 Jagami Games 开发的动作游戏，全球销量达到124万套的传奇僵尸游戏复活，以 4K 解析度扮演啦啦队模范生朱丽叶大杀四方。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这个9月你最期待哪款游戏呢？或是有我在影片中没有提到的，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支持小弟我哦。下个影片见，拜拜。この世界が愛おしくてたまらない。あなたが愛し守ろうとしたこの世界が